这是一场毫无人性的赌博游戏，8个负债累累的人向死亡发起了终极挑战。而最后活下来的人将会带走6亿3千万，可他们并不知道这场变态的游戏到底意味着什么。主理人二宫先生将8个不同职业的负债人带到了一处酒店，他们分别是医生大田、幼师三桥、高中生樱木、社会人稻田、职业赌徒惠梨子、大学教师四门、公司职员太一，还有个体老板杨子。8个人原本已经走投无路，准备自杀，没想到却被二宫先生救下，卷入了一场死亡游戏。现场的8名玩家全部欠了巨额外债，这也是唯一能让他们在短时间内还清债务的办法。游戏的规则是这样式的，这个游戏的幕后老板是神秘人叉先生，他为这里的每一个玩家都购买了1亿额度的保险，当然保险金的受益人肯定是叉先生。假如在场的某个玩家挂了，那么叉先生将会和其他人一起平分这笔保金。假如说稻田你在游戏的过程中突然嘎了，那么这1亿的保金去掉叉先生收取的10%手续费，剩下的9000万就会由其他7名玩家平分，每个人到手大概可以分到1285万，零头呢咱们就捐给慈善机构。现场的8名玩家听后多少有点懵，不就是来玩个游戏吗？怎么还有生命危险呢？二宫先生接着说道，这里的每个人都可以随时离开，但选择离开的人也就代表失去了这次机会。对于他们来说，现在生死已经不重要了，在他们眼里真正重要的只有钱。8个人全部签下协议，然后把手机交给了二宫先生。第一轮游戏这就开始，摆在所有人面前的是8杯香槟酒，但只有其中1杯是加过了剧毒的。现场的玩家需要每个人拿1杯，然后一口气喝完，不想喝或者没喝完的玩家将会淘汰出局。其实大家心里都清楚，这就是一场死亡游戏，杯子中的剧毒无色无味，基本上在喝下去20分钟左右才会出现反应，所以完全不必担心毒酒会被分辨出来。这时其中的1名玩家发出了疑问，假如说我要是赢下了这1285万，然后不想玩了，行不行？行啊，那咋不行呢？不想玩的随时可以离开。二宫把游戏规则给他们讲得明明白白，玩与不玩全靠大家自愿。那么接下来就要看你们的运气了。玩家一个接着一个拿走了里面的酒杯，说不害怕那是扯犊子，毕竟谁也不想分到那杯毒酒。激动人心的时刻到了，只要二宫先生喊出干杯，那么大家就要一饮而尽。可就在这时，稻田突然要和对面的高中生樱木交换酒杯。我觉得像你这么清纯的小姑娘选择的酒杯里面肯定没有毒。旁边的惠梨子听后劝他别换，但没想到樱木却表示无所谓，毕竟谁也不知道哪一杯才是真正的毒酒。其他的玩家这时也跟着受到影响，其实说白了都是心理作用。四门和对面的医生大田也交换了酒杯。时间已到，那么好，请大家举起手中的酒杯。8个人一口气将杯里的酒喝得一干二净。很快，时间过去了20分钟，其中1名玩家四门直挺挺地倒了下去。刚开始大家还有些害怕，但很快他们就被胜利冲昏了头脑。此时此刻，早已经没有人再去管四门的死活了。二宫先生叫了其中2名玩家，将四门的尸体直接扔进了管道，然后再向警方报备人口失踪，这就是他们处理尸体的方式。而保险公司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生死不明的情况下，同样会赔偿保金。经过了第1轮游戏后，场上目前还剩下了7名玩家，按照游戏规则，他们都拿到了自己应得的奖金1285万。接下来进入第2轮游戏，主办方刚开始给每名玩家发了一个枕头，然后又拿过来一个箱子，里面放着7个用黄纸包裹的物品。可当他们打开包裹的那一刻，全都傻眼了，竟然是一把左轮手枪。这个游戏的名字叫俄罗斯大转盘，每个玩家的手枪里只有1发子弹。在游戏开始前，他们需要转动轮盘，然后对着自己的太阳穴来上那么一枪。那么为了保证现场的环境卫生，玩家要把枕头放在手枪和太阳穴之间。了解了游戏规则，大家知道这场游戏的赌注可太大了，因为7个人同时开枪，谁也不能保证死几个，最后剩下的人越少，大家分得的保金也就越多。虽然危险系数提高了，可现场的玩家却变得越来越兴奋。时间已到，7个人分别拿起手枪对准了自己的太阳穴。3、2、1 shoot！第1轮结束，7个人都平安无事。到了第2轮，还是同样的结果。目前的局势变得越来越紧张，除非有人死掉，否则游戏将持续循环。大田这时已经被吓出了尿，准备去趟卫生间，但却被二宫叫住了，因为游戏一旦开始就不能中途离开，要不就按弃权处理。到了第3轮，枪终于响了。
ワンシュート。主动与大田交换手枪的三桥倒了下去，其他的6个人却安然无恙。看着眼前血淋淋的尸体，大家开始害怕了，但游戏还要继续。二宫先生及时调整了大家的情绪。She died. You are survivors. 一时间，所有人变得悲喜交加。喜的是，他们又获得了一份奖金；而悲的是，自己随时都有可能挂掉。目前场上只剩下了6名选手，他们如愿拿到了自己的第2份奖金，6个人平分9000万，再加上死去的人在上一轮获得的1285万，最后每个人到手1714万。随着奖金不断上涨，每个玩家的死亡几率也逐渐增加。接下来进入第3轮游戏，这场游戏的主题叫窒息而亡。二宫把6名玩家带到了一个水池，里面分别有6个相同的隔断，玩家需要选择其中一个跳进水里，再盖上盖子。但这6个隔断中有一个盖子是打不开的，这也就代表6个人中必定会有一个人窒息而亡，而憋气时间最长的玩家将会额外获得1000万奖金。刚开始大家还能坚持，但很快就接二连三地打开了盖子。其中一名玩家杨子憋气的时间最长，因此额外获得了1000万奖金。而在他隔壁箱子里的大田却永远地留在了那里。经过了3轮比赛，目前只剩下了5名玩家。按照惯例，每个人都分到了应得的奖金。可就在大家准备进行第4轮游戏的时候，酒店的门铃突然响，二宫急忙过去查看，没想到竟然是派出所的民警找上了门。原来这第2轮挂掉的玩家三桥曾加入过传销组织，而警方始终找不到人。结果最后在他的房间找到了酒店地址，所以过来询问一下。现场的玩家看到照片后，脑瓜子立马摇得像拨浪鼓一般，这人俺们是真没见过。就这么的，警察很快就被打发走了。但二宫很快又遇到了麻烦。就在刚刚死去的大田在房间里的电话突然响，如果没猜错的话，大田应该是在游戏的过程中私藏了一部电话，并且还与外界取得了联系。紧接着，一个神秘的男人找上了门，他叫南香，是大田的好朋友。对于这个酒店，他再了解不过了，因为在很久以前，他也曾是这里的一名玩家。大田淘汰出局的事儿，二宫已经瞒不住了。而南香这次来的目的，就是为了顶替大田继续参加游戏。南香先是签了协议书，然后又拿出了自己带来的5000多万。几名玩家研究过后，同意了他在半路加入游戏。这样一来，不但死亡几率降低了，而且还能拿到更多的奖金。那么接下来进入第4轮游戏，这场游戏的主题叫通电椅，只需要按下开关，就会有1万伏的电流从玩家的身体穿过，立马猝死。在游戏开始前，所有的玩家需要脱下鞋和袜子，光脚踩到地板上，然后二宫会去配电箱打开开关，在6名玩家中，其中1位的身体会瞬间穿过1万伏的电流，游戏这就开始。第一个选择的是刚刚加入游戏的南香，他围着6把椅子转了一圈后，坐在了靠边的位置。可没想到，稻田怀疑他知道内部消息，想跟他换一下。その席変わってくんねえか。あんたが選んだ椅子だ。わざわざ戻ってきていきなり外れを選ぶわけねえだろ。誰の仕掛けもありませんよ。ここのデスゲームもそれさ、本当にくじ運だけでプレイしてるってことですよ。剩下的几名玩家依次选择了自己心仪的位置坐了下去。等最后一名玩家坐好后，二宫来到变电箱，直接拉上电闸。大家万万没想到，这场游戏挂掉的竟然是刚刚加入的南香，这也就说明游戏获胜的方式全靠运气，没有什么所谓的作弊。目前这里还剩下5名玩家，二宫再次把奖金发了下去。随着玩家越来越少，现场每个人获得的奖金也越来越多。由于南香带着5000万加入游戏，所以第4轮他们每个人分到了2879万。到目前为止，有几名玩家获得的奖金已经足够他们还清债务，可结果却没有一个人选择离开，就连大家公认的最单纯的高中生樱木，此时此刻也变成了金钱的奴隶，因为他们都想得到最后的6亿3000万。
这就是人性的贪婪。确定了没有人退出后，他们即将开始第5轮游戏。可就在这时，当地派出所民警再次找上了酒店。通过监控里的线索，他们发现很多人进来后就再也没有出去过。但这次由于来的匆忙，警方并没有带搜查令，最后只能不了了之。可就在临走时，二宫先生却一语道破了这个警察的底细。作为一个公务员，你搁外面咣系高利贷，这好吗？啊，这不好。眼前的警察听后立马慌了，但也并没有说什么。接下来到了第5轮游戏，这场游戏的主题叫蘑菇火锅，5名玩家要分别在锅里挑出一种蘑菇，然后让另一个人吃掉。游戏开始越来越变态，他们接下来选择的顺序将会决定所有人的命运。每个玩家会通过扑克牌翻出先后顺序，点数最大的将排在第1位。5个人分别翻出了不同的点数，拿筷子的顺序已经确定。那么接下来就要选择蘑菇。第1位玩家拿着碗来到锅前，选择了一种蘑菇，送给了2号玩家。到了第2个，他又选择了一种很漂亮的蘑菇，然后送给了3号玩家。结果到了第3位，他又把蘑菇端给了1号玩家。此时锅里只剩下了2种蘑菇，这也就代表剩下的2名玩家要互相选择。经过了几天相处，2个人早已经成为了好朋友。惠梨子说：“老妹儿啊，这个毒蘑菇你就让我吃吧，你年纪轻轻的还有大好前途。”因为不会辨认毒蘑菇，所以他让樱木利用高中所学的知识辨认一下。听了惠梨子的话，樱木非常感动，可他却万万没想到，惠梨子却把樱木指认的毒蘑菇反手端给了他。エリコさん、この子には未来があるって言ってたじゃないですか。自分はもう十分だって。だからあんたは赤の他人の連帯保証人になるんだよ。人生は生存競争だ。誰一人信用してたら生きていけないよ。这就是人性的丑陋。现在5种蘑菇的顺序已经排好，究竟哪一种含有剧毒，谁也不知道。実食。5个人一口气吃掉了碗里的蘑菇，剩下的就交给运气了。此时大家都以为时间一到，高中生樱木指定是必死无疑死了，可哪成想中了剧毒的却是惠梨子。エリコさん、ごめんね。第5轮游戏结束了，站在道德的制高点放冷枪，然后又装得楚楚可怜。原来樱木早就分辨出了哪种才是毒蘑菇，所以故意把惠梨子引进圈套。此时只剩下了4名玩家，大家也都看清了樱木真正的本性。他们这轮每人分到了4319万。可就在这时，一个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。之前来过的派出所民警竟然再次来到了酒店。原来他早就知道这里正在进行一场非法赌博活动。他这次之所以一个人来，也并不是为了查案，而是想要加入游戏，赢得奖金。到了第6轮游戏，剩下的几名玩家全部到场，可唯独只有稻田始终没有出现。时间一到，二宫先生宣布稻田弃权。目前游戏只剩下了3名玩家，而稻田的消失完全在计划之外，所以为了补全人数，二宫直接叫出了备选玩家，正是之前的民警。因为借了高利贷无法偿还，所以他正好有这方面的需求。那么这场游戏的规则是，每个玩家选择一扇窗户，然后把脑袋伸到窗外。也正如他们所想，其实每扇窗户都是一个断头台，但只有其中一扇会落下刀具。他们所剩的时间不多了，樱木第一个跑了过去，他这次做出的选择非常果断，而剩下的3个人分别选择了其他窗户。还有没有要换的了？没有，咱们就开始游戏。4个人确定好位置，同时把头伸向了窗外。3、2、1、ゼロ。
最右面的3个人全都平安无事。这次挂掉的正是阴险狡诈的樱木。二宫先生这时把奖金推了出来，他们这一轮每人可以分到7198万。此时游戏只剩下了3名玩家，除了警察之外，其他2名玩家所获得的奖金已经远远超出了他们的负债金额。可即便如此，2个人还是不打算离开。而另一名警察负债1亿6千万，目前还差9200万才能还清。接下来几个人来到监控室，他们在这里终于发现了稻田的踪迹。可没想到，当宫二2个人打开暗门后，发现稻田已经死在了里面。见过了太多的生死离别，二宫早已经麻木了，他把尸体藏了起来，然后准备开始第7轮游戏。二宫把仅剩的3名玩家带到了一张桌子前，而桌子上面放了一把弩，也就是十字弓。这种武器有着很强的杀伤力。游戏的规则是这样式的：玩家需要坐在桌子的周围，然后转动上面的圆盘。当圆盘停下的那一刻，上面的弩会自动触发机关，直到射穿1名玩家才算结束。3个人选择好位置坐了下去，然后绑上安全带。第7ラウンドクロスボウゲーム。参ります。3、2、1、スピン。第1轮没打中，宫二又再次装上弩箭。警察这时突然提出要更换位置，他认为同一个方位绝对不会射中2次。第7轮游戏结束了，这次挂掉的是警察。往往疑心越重的人，反倒运气越不好。现在只剩下了2名玩家，还有最后1轮游戏。他们此时已经意识到了不对劲儿。从开始到现在发生的一切，都好像是被安排好的剧本。2个人决定拿完上1轮的奖金就放弃比赛。可哪成想，二宫却说，神秘人叉先生刚刚改了游戏方案，最后1轮比赛2个人都不允许退出，除非玩家放弃所有的奖金。他们现在已经无路可退，要么2手空空离开这里，要么继续参加游戏，拼个你死我活。二宫这时拿出了上1轮的奖金1亿4千万，他劝眼前的2个人放弃奖金，然后尽快离开这里。但没想到，在死亡面前，杨子最终还是选择了钱。他看向了旁边的太一，如果2个人中一定要死一个，那就你死。人类的本性在此时已经展现得淋漓尽致。而二宫这时把稻田真正的死因说了出来。从监控中可以看到，稻田是为了盗取游戏的奖金才走进了金库暗门。然而这一切都是之前的高中生樱木所设计的陷阱。等稻田没有了利用价值，樱木又亲手把他杀掉。其实在第6场游戏，樱木就应该弃权离开这里，因为他得到的奖金已经远远的超过了他的负债。可由于贪婪，他又进行了第6轮的断头台，没想到直接被砍下了脑袋。二宫先生本以为在自己的好言劝说之下，2个人会离开这里，可没想到他们非但没有离开，还在临死前打响了最后一炮。很快到了最后1轮游戏，二宫把2个人带到屋顶，摆在他们面前的是2个拴着铁链的脚镣，下面有很多绳子，其中有2根连着重达100斤的铁球。玩家戴上脚镣后需要剪断下面的绳子，可一旦剪到连着铁球的那根，就会被瞬间坠下屋顶。那么好，游戏这就开始。2个人以猜拳的方式决定先后顺序，杨子赢了。第1根绳子由他来剪，只见他上去哭哧一下，哎，啥事儿没有。第2把轮到了太一，还是没有反应。结果到了第3下，
杨子气手把自己的绳子剪断了，太一最后还是没有拉住。作为最后的幸存者，太一最终获得了7亿8千万的奖金。在这里，他也见到了传说中的神秘人叉先生。可他无论如何也没想到，这个人竟然是在水池里死去的大田。因为叉先生始终都在研发一种关于运气的软件，所以才会召集玩家来到这里，通过运气来进行赌命游戏。说白了，这场游戏就是他为了测试准确率的一种实验。他现在已经可以通过软件看出每个人身上的运气大小，所以他想让太一和二宫再来上一场终极对决，赢的人将会额外获得100亿奖金。叉先生把2瓶麻醉剂分别打进了2个人的身体，想要活命就必须要在规定时间内注射3瓶解毒剂。2个人以猜拳的方式进行对决，5局3胜制，结果还是太一略胜一筹，3比2拿下了比赛。可当叉先生拿出自己提前预测的答案时，傻眼了，因为他预测的是二宫赢，并不是太一。这也就说明他开发的运气软件根本就是扯犊子。到了最后，太一拿着自己用命换来的100亿支票回归了正常生活。可让人意外的是，他却微微一笑，然后把支票撕成了碎片。